家好，这里是砰砰连连看第3期的直播现场，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春人四班直播间聊天室，我是今天的代麦 MC 小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会有请我们的美女搭档大伦大树，欢迎。Hello，大家好，我是大伦，好久不见，特别开心今天可以跟小庄、大树一起直播。嗨，大家，我是大树，好久不见，今天超级开心，可以和小庄、大伦一起直播。我比你更开心。嗨，好，大家好，就是好久不见了。那大家最近怎么样呢？就最近的生活都在忙什么呢？你先来分享吧，小庄。你先来吧。我吗？其实我最近在准备毕业了，马上到我的毕业典礼了，就是学校的毕业，要哭一会儿了，可能 emo 一会儿。就大家就是在想这个事情。OK， 到你们了。我最近也是，其实是今儿是周日，我是这一周刚结完，等于是我研一的课都上完了，然后所以有几门课有期末作业，最近就写作业，然后也到了选导师跟那个找暑假实习的时候，所以最近主要还是把这学期的课给收个尾吧，这样子。大树。我就是超级开心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我大3在伦敦的毕设我做完了，然后毕设的 lookbook 也拍完了，然后学期整个大学最后一个大作业也交掉了，所以我现在就是一个刚刚结束自己的大学学业，然后非常享受我的这个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是终于放松下来了。鼓掌。好生硬啊！突然觉得这个。那我们今天可以稍微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妆容或者穿搭什么的吗？来，谁先来？举手表决。先来。好，好吧，我今天穿的很普通了，因为我刚就是长途跋涉来到了上海，然后我今天穿的是我自己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人生4件套，为什么有这件衣服，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话，现在可以回去再看一下。好，就是这样。我吗？大伦，下一个。还有我 Q 你吗？我今天一个很正常的妆容和穿搭，就是我日常的妆容，还有一个日常的穿搭。好，大树很明显，我现在还在伦敦，所以我现在是中午的时间。我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每天早起随便抓的那种套一个那种吊带儿。但是这个妆呢，确实是平时也懒得化，因为要直播才化，就是专门早起了之后，精致一下，为了大家看到美美的我化的一个妆。但是吊带儿就是自己每天衣柜里最外头的一件。大树非常适合穿吊带。嘿，怪笑一下。现在3个人还是有一点这种尴尬紧张的情绪。主要是第一次，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真有点紧张。OK， 那我们稍微回答一下弹幕吧，然后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陪看环节。量产嘛，不量产，这只是我的就是设计的玩而已。如果想看很厉害、很有氛围的设计的话，请哪边？请可以去看一看大树的设计。你是懂的。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陪看环节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直播间留言，然后我们这边可以随机去回答一下大家。对，耶，主持的好棒，耶，壮壮，耶，那我们开始今天的陪看吧。好棒，人家吵死了。走吧。开始了。他穿校服啊。这个时候的我们还没有见过大树。对，你们的分组我真的就是随机抽的，我没有见过大家任何人，然后我甚至名字都是当时翻开牌子我才知道的。这一幕你们当时拍的时候就这么宏伟吗？这个拍的，
而且那个正好4个门儿，特别巧。所以你们当时有想象到自己会这么宏伟的出场吗？真没有，就看到这个也很惊拍的讶，好强，真的是。真的拍的好强。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剪的也特别的像那种。对，太高级了。哇，数学 C，那个木木应该在的。哎呦，记得把你名字写上我的。这也太氛围了。老师来了。การสอบเริ่มต้นได้。这是开灯全体起立，全体起来。การสอบเริ่มต้นได้。准备考试。有没有人等人？萨瓦迪卡。这个当时大概花了有10分钟才理解他说什么。你们就这样尴尬的站在那里。对对。当时就是以为不能用手机，然后就没有想การส到。อบเริ่มต้น你ได้。带手机了？准带了备考试。我真是好学生啊！我是不是？这4个字。Can you speak？ Good。การสอบเริ่มต้นได้。逐渐暴躁。走，我觉得是走。การสอบเริ่มต้นได้。我知道了。你又知道那个了。老师肯定当时很无语。不是，老师信念感很强，他的表情非常的坚定。不是吗？不是握手吗？他说感送能等待。我说一遍。说的蛮标准的。哦，这个太搞笑了，我当时觉得。看了标准啊，还真标准呢，还能识别。其实当时都傻了，为什么不去直接让老师翻译啊？我还去找太太。哇，这是什么啊？只有我懂。这是小庄的题是不是，不是？他就在写不是数字，不是只是说而且他数字是泰语。你们实际解了多久？也是有一会儿了，我觉得。啊，小张题是逗老师开心，想起来。哎，太简单了吧？崩溃了。就这儿，我觉得特别像电影。最拍的真很好。这个老师。当时房间就是这么黑。哦。我觉得第3个是4。第3个中间是4。第4个是4。题不一样。还在对答案，结果发现试卷都不一样。有心了。哇，太厉害了！防着你呢，真是防足。ที่มีแสงนะเดินไปเดินมาได้นะ。他说有监控，别作弊。真的假的？猜的。没人买蛋啊，到处都是监控啊。不是，他说可以走来走去，可能他们想要找的答案应该在里边吧。困吗？那时候？困，我要困死了。哎呦，你这坐姿看着就不像好学生，小张。那腿。ที่มีแสงเดินไปเดินมาได้นะ。里面逛一逛呀。哎，为什么那个地方有灯照着你？你们有答案吗？解谜。这是个密室逃脱，是不是？要四周转一转。转。你们是真是数学题啊？你是什么？我以为是个任务啊。是什么？我他画还挺可爱的。你画的真好。我也觉得。พูดอีกครั้งที่มีแสงสว่างเดินไปเดินมาได้天明神สว่าง燈芒帶燈芒แต่งที่มีแสงสว่างเดินไปเดินมาได้燈芒แต่ง錢当。你让老师自己说吧。
哎，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对啊，为什么不让老师自己说呢？菜菜很想要当这个中间传话的。哦，我知道了，这样的嘛，你看，它这个是3个数字，就对应的是这个，然后你看它这个是4个数字，对应的是这把锁，我们俩应该是5位数的数字，所以对应我们俩是这两边的锁。一个是9，所以你们就是用这个来解嘛。哦。我数学从小就不行。但我觉得你们4个每个人穿这个白衬衫好好看，贼青春那种。对，好像这是他们的校服，这是校服，太搞真的太青春了。对，这是个那个考试的规定，就是在泰国考试，他必须穿这个白色衬衫。啊，对对对。图确实不搞笑吧？那这样的话，不会看到就是大家穿的很帅，很容易早恋吗？很好看哎，你们4个穿这个衣服。他刚刚笑的是5，对啊，这是答案。我有一共1、2、3、4、5个空啊。5。那就5。哎，此处给小庄一点掌声。太牛了！是多少？5啊，那5不应该是哭吗？我们泰国的5是哈啊哈，1、2、3、4哈，所以哈，我们就是每次觉得好笑，我们就会打很多个5，哦，就是哈哈哈哈哈哈。所以我的思维还是很正确的嘛。他是属于歪打正着啊。对，快，那把这个解开。人家说你歪打正着。你为什么会写一个这个方程式在这里？请问呢？因为显得很有学问。在那认真算。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是一群弱智？但是我的解开了。你那个笑真的是。ทุกคนกลับไปลั่น 我感觉我好蠢呢。花了多久？所以你们这一段，这个，就那个哈哈哈哈哈比较快了，后面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对，尤其是到这个地方。1开始哈。你的是几位数？我那个已经被拿走了，我是4位数。但是他是不是能拍照去认那个泰文啊？应该可以哈。解开了。真的吗？解开了。这啥玩意儿？一个个试出来的。你怎么解开的？就撬开了。对，你真的是撬开的。真的假的？这都不用读题呀。4位数的答案是1279，所以你的答案是1279。技能有点多，这是其中之一。啊？你答？那是泰国的泰文的数字。啊？我这里有这个题目，朋友们，发给你们看一眼吧。对，它这个其实0嘛，094、167、243、589。开始做，先做不出来誓不为人。其实这个时候我其实想到数了，但是我数错圈了。我一直是在数那个圈，但是我一直数错。最后是1279094等于9。哇，怎么大家都开始在做题了呢？这是。对，这个它不是相加。12、7和9，它不一定跟数有关，可能跟它有几个字母，类似于那种。啊？对啊，跟字母的字形有关吗？为什么我现在看着就是大家解题的人看着你们解题，我在看着他们解题，我都困了呀。就是一种层层叠叠，做不明白。小当时还有那种类似于阴暗的环境下。对啊，就真的很容易，就是倒在地上，可能就开始睡觉。这0啊，我看1、2、3、4、5、6、7、8。但我觉得那个那么大的房间那么黑，还怪恐怖的。我觉得太挺恐怖。167是没对啊，很黑。那个地方是真的在泰国大学里面。那他也是当时那个考试就是会在那个真正的考试场馆也是那儿。对，
啊，哎，对呀，一般都是体育馆考试这种。数小圈，就是数小圈儿，多少个小圈儿就对了。哦，他跟字形有数小圈儿懂不懂泰语没什么关系。这题没解出来，完全是输在了不会数数。你好聪明哦！都有多少道题来着？你们？麒麟知道。一道，什么？一人一道嘛，4道题。哦。谷雨更适合中国人肤质的植萃美白品牌。本节目由谷雨赞助播出。那这个还没数出来吧？我做这个。还有2题，一个三角，2个三角。75。什么呀？天哪！你们现在还能想起来那个题是什么吗？这上面不都写着呢吗？这不这不是，就是你能想起来当时你是怎么解的吗？密码你3620。哦。这题真的好像想了贼久，感觉我们当时就没。我现在看我也看不懂。好像是什么减2什么的，我记得。因为这道题是我的题，我真的算了巨久，然后我感觉特丢人。是不是减2？哎，对了，596除2减2，这又是真数学题。这是谁算出来的？这是谁算出来的这题？还挺简单的。真不记得。当时我感觉咱们一人有一个答案。哦，然后都试了一遍。对对对。这是行为数密码。属于是一种概率学，总会试到对的。这不是我的专业。可惜没有把木木分配到这儿。木木去火车了。我想知道你们大学还会有很多这种就是像初高中一样这种做试卷的考试吗？有啊，肯定有啊。有吗？就是真的真实的，就是写卷子这样子，在真实的教室里考试。当然啊，有都有啊，全都是。哇。我以为就是网上，或者说就是写论文，然后我以为已经不用这样子考试了。要的，还是要的。要的。哦，下一个。这个是模仿电影。我已经3年没有考过试了，因为我们只需要做衣服，不需要考试。然后有的话是写论文那种。对，会写论文，然后会交衣服，但是不用考试。就是一点都不上摊儿，就一点都不上摊儿，就不想跟人家处一波。争取比他们早一点，怎么样？这个是时间了。Seize the time here and change are going to happen. 为什么给我们2个椅子在后面呢 ？Jet lag。看这个时间，我们先记录一下吧。你们的是什么？这两那个题是很怎样简单？就是这样的，这个题完全就是小庄做出来的，真的。因为我们前面试了几个答案都错了，就是什么阴差阳错都错了，然后就是小庄的一个非常聪明的解开了这个。哎呦，但是4个字的英文单词。再也不能有人说英语，小庄的英语真的。这个英语题，把握住时间。What？哇！其实这个地方是我们待的最久的一次。对，我们一直在纠结。有思考模式。但是是不是你们当时有看过那个《天才枪手》那个电影吗？在来这个之前，看过，但是跟这道题跟那个没什么关系，主要不是，但是他就是讲说是泰国是时差最晚的，就是那个电影就很突出这一点，当时。这主题就是照着这个去还原的。对，我就说大伦，你当时看过这个电影吗？我当时看的是那种解说，对，某音上的解说，然后就没有这些细节都没往那儿想。当时我们如果注意时差这点，对，所以他当时那个可以这样枪手，就是因为他那个对。我记得我之前是看的，我还是电影院看的这个电影，好像。然后我当时看他们那时候巨紧张，我跟着他们冒汗。哎，真的是他这个电影，巨紧张。
这么多题，这是说电影台词吧？这是吧？应该是。一人一句，我们必须学。线索不是在这儿吧？你看这个就是跟这个是同一个形状的嘛，但它折，我觉得跟它折好以后有关系。当初到这儿，其实大概我感觉已经过了一两个小时了，我们大家看起来都累了。对，我们都想直接填空了。大家看起来都累了。哦，这个它是那个天才枪手上面的答案，就是他们是利用这个笔的标签。为什么感觉我们三个看做题的部分也有一种做题的状态呢？然后第一个按照粗细来看，就是写上三个人都变慢了，整个。然后去找一个最合理的。真的，三个人都在这里变慢了。这个粗细，我算是知道为什么天才枪手组要有4个人了。为什么？但凡2个人可能就睡着了。4个人还热闹点儿。是，真是你这么说。4个人还热闹点儿。过来。那解不下去的时候还能唠一下。对呀，不然我抱谁啊？快点。哦，磕到了。哇，这上面真的好高。磕到了。OK。团结起来是对的。啊3，一人一句，那我先说吧。我们必须付出更多，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是一起成功，就是一起失败。明天起，这个世界我们说了算。让我们团结起来，战胜这场考试。开门。你们出去了。这样结束就出去了。这是非常解脱的一种表情。哎，我觉得这个老师这里说的话，因为你当时也没有这个，我觉得特别感动，因为咱们这个不会说不正好是高考完的那2天。他说的什么？不好意思，说的什么20岁，什么那种是个开始那种，不是结束，还有很多的那种，特别好。但是就是后来就是这个结束完了之后，其实有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们密室解完了后，我们跟那个老师就是说半天，结果人家突然来了一句中文，你知道吗？他会中文，说中文，对，我们还在那翻译。我说老师好辛苦，老师谢谢老师。结果来一句中文，我天！谢谢老师，你拿泰语说的谢谢老师吗？就是翻译啊，对啊，就翻译啊，手机翻译啊，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怎么样了？然后老师来句我会中文，我会中文，中文会一点点。然后你们去那个大学食堂吃饭了是吗？对。他那食堂好吃吗？就是像那种东南亚的美食城那样吗？还是说怎样？对，挺像的，就是有不一样的窗口。对，挺多的，饭菜挺多的。而且都是那种东南亚的菜吧？什么马来西亚？哇，那很好吃。然后还有那种大概有20种颜色的饮料。妈耶，真的很多色素饮料。这真的是。真的很多色素饮料，我记得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忘了咱们是谁老是喝那个饮料，完了舌头是蓝的，就他的舌头总是蓝的在这里。反正不是我，就是你吧？我怎么觉得就是你？应该不是我吧？就肯定不是我。就是那个有个人，就反正有一个人特别爱喝色素饮料，然后舌头老是蓝的。你这个问题。等会儿我打个电话问问蚊子去吧，可能就他应该知道。MC， 我们这一段有什么需要你 Q 一下我们的流程吗？向老师提问。我们3个现在聊点什么？聊点现实的，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弹幕吧。弹幕小庄多营业。催更，这个我真的要解释一下，家人们，不是我不营业，是我不营业，就是你不营业，真的有点懒，你知道吗，家人们？大轮好美，大轮真超美的。我真的很想跟家人们说一件事情，就是。
之前就是其实看到了一些，就是我在上车之前，我先给楚楚道个歉，楚楚对不起，就是我真的就是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当时因为我早上的时候那个嗓子爆哑，就真的确实不在状态，但是确实是我做的错，因为毕竟不能对吧，因为反正就是我的不对，就不应该那样，但是我要真的要就是我当时我直接给楚楚一个大道歉，我直接下跪，但是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嗓子有点不舒服，然后加上整体的精神状态不太好，所以就关机了一会儿。我感觉泰国那2天好像就是特别多人，就是都有一点那种症状，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当时就是没有加入大家的时候，我的前2天嗓子是失声了，就我整个说不出来话。然后我那天就是还非常非常的紧张，就是还没有加入大家的时候，我真的很怕我后面变成一个电音，就变成一个电音大叔。但是他那个好像就是来得快去得快，就是我当时发了1天烧，然后嗓子没了1、2天之后，他就突然又回来了，就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着了。对，哎呀，我觉得嗓子可能还有，是不是咱们泰国吃的都特别就是重口味，有点甜的特甜。是有可能，对。主要那天早上真的就是直接哑掉，我到后面才反应过来一会儿。主要你前一天凌晨还在跟那个蚊子一块吃小蛋糕呢。我在看弹幕，他说让我们说说对彼此的印象，我觉得可以。初印象嘛，我天哪，别提了。你们2个先说初印象吧，现在还没到我的这一轮可以一会儿再 Q。你们2个 Q 一下彼此的初印象。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在干嘛呀？其实大伦出现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是因为他很远嘛，就是大伦一开始是先在楼上，我们在楼下，然后很远，我一开始没以为是来的，对，我说哎，为什么3个人出去回来1个人啊？我盯了半天，然后我说谁呀？然后早上就来了个新朋友，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是大伦，然后再跟他说。我的第一印象，喇叭花没有。我当时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之前小庄跟蚊子一块回来的嘛。我们之前是3个人，然后当时其实气氛没有小庄来了以后这么活泼。我当时其实那个喇叭花不是他声音大，是真的我想感激，因为他一直在就是活跃气氛。那小庄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话很多的人。这样子。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有这个意思。为什么 cos 蜡笔小新？我这个你要留到后面给。对，我等等再说。先看一下蜡笔小新有多么的震撼。我等等再说，我一定要等等再说。我先给自己打个草稿，等会儿全部暂停，我先念1个小时。你对这个蜡笔小新很有话说，看起来。对，我太有话说了。我们都还蛮有话说的。后面就是这个之后，你们在就是日常生活中，就是比如说出去逛街啊，或者怎么样的，有偶遇到我们的节目的观众吗？那是个怎样的场景？大树有。大家依次来说吧。好。点到谁来说？大轮先说。大轮还没有遇到过，大轮其实播出以后没有太在人多的场合。大轮其实是比较在家里时间多哈。是的。大轮没有遇到过。我来说，我昨天OK。我昨天为什么我要来说呢？因为我要夸一下自己。我昨天因为我快要回国了嘛。所以我昨天去给大家选礼物了，然后我昨天选礼物的时候在那买 Jellycat， 我说这个人适合这个 Jellycat， 那个人适合那个 Jellycat， 然后正选着呢，然后我当时整个手，我可以后面把那个图片发给大家，我就是整个手挂满了 Jellycat， 就是我当时拿手装 Jellycat， 就像圣诞树一样，一个，然后我这样，然后我整个人就是看着智商也不高，就是这样手举着5个 Jellycat， 然后我应该说
你是那个大树吗？然后我就只能指着那个 Jellycat 跟他说，啊哈，我是那个大树，就是不是很聪明的一个相遇。主要大树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太超模了，就是对啊你就是一个大树。我很难不真的我的认出来身高藏不住，真的藏不住，没准儿。OK，我们就是分享完啊，我说一下吧，就是其实我也遇到过，也挺搞笑的，就是我当时是跟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一起去看那个演唱会，然后完了一个，就我在那干嘛呀？我在那儿，我在那儿等票，等我朋友给我拿票，然后后来我就看见一个小姐姐从这边走到了那边，然后我在这个中间，然后她就盯着我看，我以为我干嘛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很局促，我说我没干坏事啊，然后她就从这边走，然后一直看着我，我就这样，我说 hello， 然后她说啊你是那个啊，我说我可能是吧，我说我不知道，我可能是吧，她说我能跟你合张照吗？我说可以没问题，当然了，然后我就跟她合了张照，然后我就去看那个了。听着也不是很聪明的相遇。好了， OK 那让我们开始第二段陪好，看吧。那我们开始第二段吧。美女，这个地方真的太美了，自己 Q 自己。猫女是吗？还真是猫女，好飒呀，这个女孩。有点脚趾抓地呢，看这个。唯一的短发女生，很有记忆点。你当时之前在这儿等了多久啊？得有个2小时吧，兄弟们。所以你是在我们后来听留言那个屋子里是吗？没有，在楼上。对，而且那屋子里边当时还没椅子，我就蹲那儿。我蹲那儿蹲了2小时。期待他来返场。你是北京的吗？一听就听出来了吗？不难听出来吧？我当时真的觉得你是北京的蜡笔小新。有点紧张。OK， 人到你这个表情是不想看到自己蜡笔小新的样子，还是王博宇？然后就是博士博下雨的雨，但是你们可以叫我大树。然后我今年22岁。太太在干嘛？进入角色进入的很深。然后太太真的很夸张。然后了。我是来自干嘛呢？哦，鼓掌呢。好的，我是来自伦敦艺术大学伦敦时装学院，然后我是学女装的。欢迎。谢谢。不好意思，其实今天晚上就是这个也是，就是我提议的。那你为什么不 cos？我怎么没 cos 了？你没看出来这是什么吗？我真没看出来，当时我的天哪！确实看不太出来啊。没看出来我这是猫吗？这是蝙蝠侠里的猫女。哦，他俩都看儿童片的吗？猫女是儿童片。听看大家的自我介绍。我叫王雅欣，你叫我欣欣就好。Hello， 你好，我叫朱和林，然后你叫我猪猪就可以。可以叫我小名楚楚。楚楚。对，楚楚。没了。没了呀，还要叫什么？大家好，我叫小庄。大家好，小庄。你可以叫我庄妹妹。今儿我来到这儿特别开心啊。你也是北京的？听不像吗？我真信了。不像啊。我词儿。你是啊？当我特信。北京的。北京的。没有人说北京的。你不要乱加儿化音好吗？北京人。没有人说北京的 ，no。好，其实我是上海的大4，然后我是学体操的。很像。对。很像。来吧，柯南。你好，我叫柯南，然后你可以叫我就是小文儿。别说儿化音。小文儿。小文儿。我觉得相比小庄后悔自己蜡笔小新，蚊子一定更后悔自己的柯南造型。真的好严重的空耳。完全不挨着，桌子太大了，可能。空耳了。好，那个鸟。我叫大那个鸟。我叫大树。哦，对，咱俩都姓大。咱俩都姓大。初相遇了。你好。嗨。
我是北京。但是大轮，你这个造型和你真人真的太不像了。就是我当时已经说对不起，这个第一印象留有点。对，我跟你讲，我第一眼看你和你后面就是把那个头发给拆了之后回来，我都感觉我认识俩人儿，你知道吗？重新记了你一遍。太棒了，我学金融数学。不会是？我记得我这块儿好像也信了，我当时也觉得木木是北京的。真的吗？哎，木木说北京话的时候就是很，因为他是北方人吧，我觉得河南算，OK 是吧？OK。Hello, my name is Harry Potter. I'm from Hogwarts. Nice to meet you. 来吧。我给了一模一样的表情，哎，我再看这一段还是给。你别张嘴就是日语。终于到他了，他开始那什么了。很晚。我叫菜菜。蛮夸张的这一段。菜菜和大伦都是那一天和他们私下，我感觉重新认识了一遍的两。Marketing and management。好的。好的。这时吗？这个是他的手标志，是他的标志。好棒，你好入戏啊！信念感，信念感。好了，大家吃饭吧，吃饭吧。菜菜那天那个发型，你别说，其实我觉得还是适合他。欢迎同学。好，吃吧吃吧，开始吧。那天这杯水喝完以后真的很渴。那天那个晚餐我记得很健康，我们那天吃了很多的沙拉卷儿。蔡老师，你要这样我就这样了啊！他笑了，绷不住了。我那天真的大信特信，我当时真的觉得菜菜就是一个，哎呦，很内向、高冷，的男生，有一点小幽默，但他一定话不多。在我这个视角呢。然后那个锻炼很爱说英文。他已经出不来了。所以你平时就是这样性格的人？我也希望是。其实你们觉得我平时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呢，就这样啊，就是这样子的呀。大家都很配合。当时真的以为他很高冷，很话少。魔法棒让你更。对，第二天我也被吓到了。这样，就我跟他有心灵感应的，其实。你随便在桌上选一个东西，最好指定到。你又不想看了，小庄。除了我以外的人。然后他会通过脑电波跟我交流，把他找出来。引以为傲的是那一套吧？哎呦我天！我每次看真的觉得很神奇，结果你直接吃到。表演还是不用。对啊，我们的黑魔法是真实存在。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也会黑魔法。肯定都知道。来，筷子给我。都别撒掉了。你怎么能会黑魔法呢？大轮在那干什么啊？端着你的鸟，然后那你有没有什么才艺？到底在干什么？太入戏了。才艺不太能了解到我。就这个东西，就是它能救命。我这个才艺特别厉害，但是有点不雅。有多呼吸？不雅。菜菜也是夸张的一个人。这个进展的太快。OK， 但是我这个才艺真的就是，咱俩要遇上了，我能活你就活不了，我能活你就活不了。当你被绑匪绑住的时候，你直接生死局拉着嘛，对吧？掰过来吗？我真的当时很钦佩我，就是觉得哇，我最害怕看这些了。小庄，这个体操里有没有适合我的项目呢？就是这种超长柔韧的。你可以去隔壁的艺术体操看一看。哦，翻花，这算绝技了吧？哇！哎，我也可以，你看啊。又要开始刷爆了。鼓掌吧。好棒啊！好精彩，刚刚。好突然。好了，那我就这个节目大概是我从小到大认识朋友，然后想要跟大家拉近关系，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我就会给他翻一个。喜欢这种类型啊？妈呀，多看过我采访。从小因为我12来的北京嘛，就这种类型的女生接触太多了。你们其他人对这个女孩有什么感觉吗？
挺有个性的，也很会表达自己，挺大方的，而且也都是那种，比如说现场你玩梗啊什么这那个都能接上，人全都接得住啊，滴水不漏。刚刚这个变装怎么样？有没有谁的变装你们觉得是比较精彩的？对那个脸色发白的蜡笔小新的小庄印象很深。同时 cos 小新，你为什么脸色发白那天？为什么？挺有反差感。管他的今天玩起来哈啊！但菜菜不错，因为我很喜欢扮上神以后就一直在那个角色里面，可能还没缓过来吧。信念感对不出来，一直陪大家玩，挺有意思的。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今天的一个穿着吧。我们从小常那边先开始吧。我是 cos 侦探哈，感觉很动漫的感觉，还是挺敬业的，就不像一些老艺人啊，就是。我这个是得看全身。今天是叶问，少来。今天我 cos 的是上一期的我。你赢了。你是谁呀？你是曼谷大学。谁？我扮演的是我自己的 MBTI 人格。什么人格？哇哦！还是啊，那个 ISFP， 小画家。画家，一个小画家哈，这有创意，学到了。下次万圣节我可以扮这个。穿哆啦 A 梦来确实有点怪，做不了一期。我做不了一期。是。我是《玩具总动员》里面的翠丝。对，挺好，挺好。那我就不介绍了啊。叶叔，学了是不？哎，应该是。只能靠这撑了。打10个。弹幕在问咱们的 MBTI， 一点看不出来，还没看出来。我这是什么呀？我这是蝙蝠。轮你是什么来着？我是 INFP。咱中国自己的蝙蝠侠。小张，你测了吗？测。你还没测？不测。是因为我来到太懒了吧？20岁，我这超声波失效。应该是 I 人吧？我觉得。我眼镜撞。你最好是。对，才能就有这剧情啊。我是 ENTJ， 我跟锻炼是一样的 MBTI 的。大叔是女生里唯一一个 E。对，我那天也发现了，好夸张，真的。但你没有感受到吗？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还挺 E 的呢。对啊，E 啊，服了，大家都变 E 了。靠的是脑。对，就是大家其实话蛮多的，我发现后面。是哪一个？熟了。接下来真的是熟了，普及之后真的是熟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普及之后，就是我们10个人的画风，其实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儿。开始跑偏了。经典台词呢？我未来一定要非常狠，我决定了，做特效妆，坐在这都不知道是谁。这个节目又要做题，又要看别人。你没有刷到过那个视频吗？那个是爆改之后的杨迪。什么？变帅是吗？哇哦！科学美白，强大温柔。本节目由看看弹幕呢。古语更适合中国人。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这个 cos 的灵感吧。对的，就是今天这个分组呢，就真的是把大家的名字都扣着，然后抽。还真是，但其实你分的还挺准的。真的。只能说你很会抽。我真的是盲抽的，就是那样子。然后我翻过来那一刻是我第一次见到大家的名字。我还准备了一个问题册子，就是说大家可以一块问问题。那这骰子是你翻开问题，然后你这个问题也真的全都是我亲笔写的，每一个问题我前一天晚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写的。从菜菜开始。到现在为止，你想要继续深入了解的异性有几个？哦，很犀利。7是大轮。我的这个头。200个。你先说吧，你抽到的。1个。哦。我也一个。哇，都是这么坚定啊！他正好就是摇到大轮了，是吗？对呀。我先有啥了？7、5、6，其实是锻炼啊，锻炼。到目前为止，你有对几个人心动过？2个是2个。锻炼如果这么老实，说个2也是。不是你先说呢？他肯定会说2吧，我觉得。
一个，哎呦，开心死了！疯狂上扬。但是真的很，我当时你看吧，佩服佩服，主打一个实在，一下子就能了解到的，就是对，就很容易了解到这个问题。我写的这些问题，当时一瞬间就能了解到你们。真牛！来2天2个，牛。下一个。3。1、2、3。为什么不是1、2、3？你要不直接从我这开始数1、2、3。什么问题？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你的心意还有可能发生改变吗？你？不一定吧，不一定吧。啊？不一定吧，就只能说不一定。不一定吧。蚊子那根呆毛啊，真是。20。15、16、17、18、19、20，就你。问，快，念，快，就是他，快。是吗？你觉得在爱情中出场顺序重要吗？我觉得不重要。不重要。我也觉得不重要。哟吼，有艺术。你们觉得重要吗？命运的骰子。凑一下。骰骰子。你现在用的人和第一天是一样的吗？哦，这个问题也挺好的。突然更想上厕所。4、5、6、7。我没办法说，那只能你来回答了。和第一天是一样的吗？他第一天心动的是谁啊？就青青，一直都是青青。是。但是，我不一样了。大轮儿，你还学会抢答了？人家大轮是认真看过的哦。选中的人。玩啥呢？那在？那个灯。啊，要到名场面了。这个太精彩了！我一定要问文字平凡，我真的是比较高，所以才这样子的。但是文字绝对不是你们说的那么矮，他就是他自己的官方身高是对的，但真人我的体感他和我是差不多的，大家不要这样说文字了。好，现在听我口令，大家开始笑。我是柯南，我是江户川。真的很会走包袱。他这个真的不好笑，我们当时最起码笑了有5分钟。实话实说，真的，这个晚宴开的不错。OK。文字的幽默感从现在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了。我还在数。你好吗？这2天过的。什么？为什么突然说这句话？你是？是不是感觉他心里有点乱啊？他看着就是握着我的手，但心里想着别的事。对，加油！很明显。好，下一个。快笑哭了，大叔已经。5、2、3、4、5，青青，描述一下你理想中另一半要有的3个特征。最起码得是个人吧。那就是男性，然后有礼貌，然后阳光一点。不听。打扰了，说了跟没说一样。这里面好像都符合哎。是哈。你对那个名字里面有没有？哇，我这是《欲望都市》的 BGM。身份证号开头前3位是什么？你命里缺什么东西吗？五行缺什么？我还真是5行，什么都不缺呢。我是木命。妈呀，这这
你是木命啊？什么意思啊？我意思是我真是木命。好，懂了。啥呀？我们都懂了。啥呀？我叫大树。五行生女是不是？不是，人家是有2个木。OK。哇。哎，我好喜欢这种问题，我现在就感觉立刻了解你们了。下一个。到现在为止，你的留言都是因为对他心动吗？哇，好可怕的问题。蚊子。蔡老师先回答。我每次的留言都是跟友情没有关系，跟友情没有关系。被 Q 到的人爱喝水，紧张了。战术性喝水，真正的。OK。我不全是。我不全是。没了，正好结束。哎，结束啦！结束了，那我们赶紧说一下，就是初见面3位 cos 的时候的印象吧，就是灵感来源，为什么要 cos 这个？好的。啊，我最后说。这一次谁先说？那我先说。大轮先说。其实当时想到要 cos， 我最开始就是特别想，cos 一个那种怎么说呢，很善良温暖的人，然后就是其实我在平时那种电视剧啊、电影里面，我是很喜欢那种，就是外表跟内在有反差的。然后我选的这个海格就是一个，其实就是外表可能比较那种粗俗邋遢，然后很魁梧，但是内心非常温暖。其实我的第一个备选是章鱼哥。其实章鱼哥在海绵宝宝里面也是一个，就是特别温暖。有的时候就虽然他是每天就这样子，但是他就是经常会安慰海绵宝宝那种。Yes。但是呢，章鱼哥的那个服装露不出来脸，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然后我就放弃了章鱼哥。就是感觉其实跟每个人相处都是那种，你得多了解了解才能知道他真正的内在。那个很赞同。非常赞同。我 cos 的是猫女嘛，因为猫女这个形象它其实是一个反派，但是呢，它就是如果你看了那个电影，你就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亦正亦邪的角色，而且咱就是通俗一点讲，我非常喜欢他整个人的那种气质啊，很酷很帅啊，就是我感觉很符合我自己很喜欢的女性形象吧，就是酷酷的帅帅的，而且她一直是很独立的，她是一个自己很特立独行，然后雷厉风行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所以我觉得很酷，就很想要 cos 她。对，真的好合适。我也觉得挺合适，虽然我就是一时没看出来，第一时间没看出来 cos 的是啥。但其实我本来想穿一个长袖长裤的，就是我觉得那样可能会更就是还原，但是后面没有找到那样的服装，所以就是精简了一下，让你没有能看出来。好，蜡笔小新，小新到我了，现在直接把我这个音消掉，我要开始说话。蜡笔小新。其实我一开始就第一选择是 cos 的假面骑士了，我甚至连那个变身腰带我都准备拿过去了，后来，然后我提供了2个选择，然后我说 cos 小新，我其实当初的想法是就是小新是就也很符合我的个性，就是那种厚脸皮，就是不管被妈妈怎么样打或者怎么样说干坏事都不会说很郁闷很怎么样的，就开开心心的呗，就是这样。我其实是抱着这个寓意去选择的蜡笔小新，后来说觉得这个
假面骑士 cos 的太多了，又得穿盔甲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后来觉得那就蜡笔小新吧。结果谁知道呀，我的天呐，哎呀，出来变成了幼稚园超级儿童身材。但是你可以往好了想一想啊，起码你还有一个柯南陪着你。如果当时连柯南都没有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蛮尴尬的处境。如果当时柯南不过来的话，我直接回家了，可能我就躲桌子底下吃。或者去那种小孩桌，你知道，隔壁来一桌自己吃小庄。我直接出去，我直接 cos 小白。有个窝你知道吗？在外头自己猫着。真话，我为什么？哎呀，真后悔。如果要去投票选择，哎，我一定会投这个蜡笔小新一票的。我真的现在都不想回忆这个，哎，但还好有投票选择，就是选择一个你最不想再出现的一个环节，我一定会投这个蜡笔小新一票的。我觉得真的，你们那一天 cos 的晚会，就是让我见你们的第一面，是你们以那个形象出现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很考验我，你懂吗？真的非常的考验我，就是我觉得我第二天都重新认识了大家一遍，就是感觉认识你们了，但又没完全认识。我觉得尤其认识的是蚊子吧。蚊子真的，蚊子那个假发脱掉也确实是蚊子蛮帅的，但那个假发戴着，再加上那个眼镜儿，你也不知道就是这两个相互作用怎么就最后那效果就是表情包那样的。表情包。我真的想知道蚊子看到那个表情包的时候心情还好吗？反正我看是笑了2分钟了。所以那我这回要开始 Q 问题了。大叔，你觉得就是在我们所有的戏，哎，我问你好像等于白问一样，你肯定会说是蜡笔小新。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什么呢？好，那除了这个除了这个比较夸张的蜡笔小新以外，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觉得是大轮儿。大轮的那个假发，主要是大轮的那个假发，当时戴着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哇塞，这女孩真放得开哎！就是咱说 cos， 咱就给她 cos 的倍儿像。然后我们当时后面录留言的时候，大轮那个假发拆了，然后我就又见了一个更真实版本的大轮，我就想着。哎呀妈，原来长这样！我当时觉得就是实在是太反差了，就是大轮戴着那个假发，因为它遮了大轮的很多这个额头，然后就是完全不像一个人了。然后大轮把那个拆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么好看。然后当时刚刚戴着那个假发还 cos 那么认真，我当时觉得大轮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女孩，就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OK， 那大轮呢？大家也可以说说，就是你们在印象最深，就这集印象最深的人是谁？我真是大叔，因为那天主要是第一次见，而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其实就是我，第一下认出来大叔了，但是我又不太敢说，咱们就是也，看到过大叔的一些视频，然后也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之前？是的呀。其实我最开始因为就我也是刷到大叔之前那个走秀的视频嘛，但是当时他颜色发色不一样，然后我也不太敢认。然后他跟大家介绍的时候说模特，然后我说天哪，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真的会觉得，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是白金发色嘛，长头发，然后和现在的这个形象确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当时就是做模特兼职的那一会儿的时候，和现在的形象确实反差还比较大。这我真没想到，因为我是第一个进来的，然后我坐在那儿了以后，对，对吧？然后我回头看大龙，我也是愣了看了3分钟，我说这谁呀？他就当时他胡子都戴上了，什么都戴上了，就剩俩眼睛，就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就是我去，我其实当时我很想把你那胡子拿下来给我戴一下的。真的挺热的，真的是。真的 cos 很用心，对，非常认真，绝佳，我觉得可以
投你一票。谢谢。烟花放烟花。耶。行了。OK， 那我们今天的陪看部分就到这儿了，下面我们一起玩个小游戏吧。好。这个游戏就是不用我说了吧，就很明确了吧，就是猜成语嘛，这个对吧？emoji 猜成语。大家语文好吧？就应该完了又简洁。OK， 那我们第一个，这个是什么？答。草金蛇。我抄一下大轮答。哦，我还真是嘞。好，下一个。画蛇添足。画蛇添足。我先。OK， 你先。下一个，这个没有难度啊。比的是速度。羊入虎口。你好厉害。厉害。我什么东西啊？虎啸龙跑啊？不对。猫牛猫奶熊药猫。虎背熊腰。虎背熊腰。哇塞，厉害！那个牛奶跟背有什么关系？哦，背的是吗？哦。OK， 下一个。天文望穿秋水。哦，对，望穿秋水。哎，我瞎说的。有点文化呀。我瞎说的。对，是你先说的。OK， 我们邪不压正，不是魑魅魍魉嘛？这个是真假的？我不知道。妖魔鬼怪。妖魔鬼怪是吧？妖魔鬼怪。哦，真是。真是妖魔鬼怪。那我这个，我觉得我那个魑魅魍魉也没错呀。对，确实。钱都给我。钱人所钱金碧辉煌钱。好，大家也猜一下这个吧，大家猜一下，我们脑子可能不太够用了。前方有人。我要寻求一下帮助。前方有人。前面有锁。我看到前无古人。不是。哦，大家好厉害啊！他们文化比我们。他们说什么？比我们千夫高。所指。哎，抄答案。耶，大家厉害。真的，大家智商比我们高呀。肯定比我们高。好，下一个。群魔乱舞。不好意思。群龙摆尾。群龙摆首。群龙。我怎么这么没文化呀？我天呐，对自己有点失望，怎么办呀？这是个一龙。群龙无首。群龙无首。哦，我天呐，太厉害了！厉害。谢谢。还有吗？琴棋书画。哦，对。这个。我连题目都没看着。你网有点卡。好。海枯石烂。我也想说海枯石烂。哇！我去，烂跟球有什么关系？篮球。好 ，OK， 那我们这次在讨论，看一下直播间的弹幕，稍微互动一下吧。互动一下吧。海枯石烂，哎。大家的问题可以在弹幕里发出来喽。
伦好聪明，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好聪明，小庄好聪明。大轮大叔什么时候合拍？我们有的哦，快了，期待一下。是的。小庄直播打永劫 ，OK， 我会的，我会的。大家吃饭了吗？没有，饿死了。我也没有。我没有，我早上起来了，完了就是特做作，为了这直播化妆，完了把早饭和午饭一块儿忘了，所以我一会儿要赶快吃饭。等会儿，小庄当个漏勺，我漏，你要问什么？小庄为什么节目里都在穿童装？大叔的笑声已经，这个很好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吧，其实就是你知道吗？我的编不下去了怎么办？其实我这个风格是很多变的，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穿童装，什么呀？什么童装呀？关键是没有童装。大叔后面的旅程中有让我难忘的经历吗？非常多让我难忘的经历，而且我觉得后面大家超级好玩，就是我们10个人超级好玩，大家期待一下。大家的话反正是越来越多了。小庄还有什么隐藏技能？我后面还有，大家可以充个 SVIP 看一下。轮子，你吃了没？我也还没吃呢，一会儿完了吃。他问的是蚊子。哦，轮子。我说的轮儿。哦，我说呢，突然 Q 别人，我天。人家问大叔什么发色？大叔这发色染不好，我这前2天去理发店剪个头发又染了一下，我觉得染的有点绿，我一会儿还打算自己再染一下呢。一会儿。我想稍微染棕一丢丢，现在有点绿。他们说我们平时会选择在家玩，还是会经常出去玩呢？出去玩，我是很爱出门玩的一个人。大自然。伦呢？我一半一半吧。我其实很想出去玩，我每天在家我都快闲到发疯，但是我这个人出去要跟好朋友一起，但是家里没有人。P 人需要带领。对，可能是吧。哇，好快呀，眼花缭乱。唱歌，让大伦唱歌。大伦可以唱一下。之后吧。之后你们会看到的。对，之后会看到。后面我们会有聚会的，大家私下都关系很好，大家都是每天在唠嗑啊什么的。对，分享一些搞笑视频。真的，对，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友好。呀。喜欢听什么歌？那我们要不然我们3个人每个人分享一首最近很喜欢听的歌吧。可以。好吧。我最近最爱听的是一首英文歌，叫《Teach Me How to Love》。哇你分享到朋友圈了。我分享到朋友圈的《Teach Me How to Love》，很爱。哎呀，好可惜呀，大家没有大树的朋友圈。好可惜呀！哎呀，我们可以听到哦。好，你们呢？你们是什么？我最近其实我很喜欢单曲循环一首歌，然后我最近是吧？然后我最近是 Justin Bieber 的一首叫 Lifetime， 其实我就是又循环回来了。我们在泰国的时候我也老听。但是我和大伦是 Justin Bieber 忠实粉丝，我们2个超爱，而且我们2个都最爱那个专辑，就是那个对，就 Peaches 那首歌我超爱。那我只能我得推荐点，你俩都推荐国外的，我得推荐点国内的了。在加纳。
那首歌太 emo 了，真的。但我说实话，自从你分享完以后，那后面一周我一直在听这个歌。我也是，他在朋友圈分享完了之后，我就一直听。然后我记得小庄那天分享的时候，我这边还是晚上，然后给我听的贼 emo， 那首歌太容易让人 emo 了。但是我说实话，其实我比较喜欢听就是那种，摇滚一点的啦。但是我其实最近听小鬼的《恋爱简述》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然后还有我之前在大课件里说的那个，我打着赤脚在风车下跑，手上的狗尾巴草摇啊摇，那首歌也很好听。一会儿可以分享一下到群里，我们分享一下发群里，大家一块儿听。还有吗？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完了。他说大树作为后加入的小伙伴有没有感到不适应？这个就不得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10个人真的超级热情的。就是我当晚，然后第2天就后面我们就转场了嘛，就是去普吉岛了什么的。就是每个人，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已经在这个班里10年了一样。虽然是第1天来，但是就感觉跟大家已经认识了10年了。就是每个人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大树会融入不进去。就是超开心的。yes。对，你们可以往后看就知道了，大树在后面完全是在主导我们。完全都不是说，哎呀，我后来的好害羞啊，他完全是在主导我们。哎，新来了一个包啊，跟着我走。OK， 好，那我们时间已经过得这么快了，今天的砰砰连连看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可以每周2、周3、12点准时锁定优酷的什么？怦然心动20岁。OK， 答对啦。好，那我们也要同一时间锁定下周的砰砰连连看 ，OK 吗？大家也可以期待我们在后面有更多的表现，或者是更精彩的瞬间。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就结束了。OK，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大家，拜拜，拜拜。